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接下来关心俄乌战争。那么现在呢，说是在这个莫斯科的音乐厅遭到恐攻的事件，枪手已经逮到了。那4名枪手呢，本来是试图要逃到乌克兰，不过在越境之前就被逮捕了。那俄罗斯的内政部发声明说，他们都是外国公民，其中部分呢是塔吉克人。那说是不是这个 ISIS 的在当地呢？在犯案的那审讯这个恐攻的枪手过程呢，也曝光了。有一名嫌犯就说，因为有人答应要付给他们50万的卢布，其实才新台币17万元，让他进行袭击。可是现在就有捷克的安全专家提出疑点哦，他说怎么听都怪怪的，因为呢，第一个不寻常的就是凶嫌逃跑了，这和过去典型的攻击事件呢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在类似的恐攻事件哦，凶手通常就是做好说我要慷慨赴义的这样的准备，而且预期最终呢一定是会安全部队给射杀的。那他怎么会跑呢？另外还有网友也提出疑点哦，像是第一个，如果真的是的话，怎么没有带伊斯兰国的旗帜，或者是穿上黑衣，也没有留长胡子，背后是不是有猫腻呢？剑指的人是美国。好，我们看到美国在第一时间呢就说他们强烈谴责恐怖组织，那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而白宫呢也发哀悼，同时透露说，这次袭击跟他们过去曾经在3月7号的时候对俄罗斯发出的恐怖攻击警告是没有关系的。更表示说，拜登没有计划要因此来跟普京更进一步的通话，反正就是看起来把一切都先第一时间撇清了。那拜登政府这样光速的切割呢，就被曾经担任 CIA 情报官员的这个反恐办公室强森就提到说，其实拜登政府越是急着切割保持距离，那其实更值得注意了，因为呢，这显示说美方对于恐攻的实施者和背后的资助者是有一定的程度上的了解。好，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川普就曾经就说这恐怖组织就是奥巴马所成立的，甚至也有呢调查记者他在抽丝剥茧之后呢，说他发现到的真相根本就是从采购单据、航运资讯、公司行号等等揭露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跟这恐怖组织呢是有一些关系的。那等于说呢，他就指控说美国是一边宣布打击恐怖主义，一边又秘密的支援恐怖主义。那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也发表了最新的谈话他也质疑这个凶手不正常。Те, кто стрелял, убивал людей, найдены и задержаны. Они пытались скрыться и 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торону Украины, где,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данным, для них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окно для перехо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好，我们看到普京呢，他的谈话当中完全没有提到恐怖组织任何的名字那么他还提到一个细节说乌克兰为他们甚至准备了一个窗口，就是要让他们方便可以赶快的逃离俄罗斯。好，那现在泽伦斯基就反向了，他说普京你这就是招式，根本都是旧的，意在使用。普京只是想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这些招数都一样，过去摧毁建筑枪击爆架这些都是归咎于其他人。好，但不管如何呢，也可以显见说，俄乌的战火呢，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升温的状况。最新是俄军再拿下了巴赫姆特以西的一个城镇这是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连拿下了前线很多个据点的控制权。另外是呢，在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基地也是遭到了袭击。那乌克兰呢是弹袭了克里米亚塞防堡那造成了1死4伤。那这个地面防御系统呢宣称说击落了超过10枚的飞弹，是最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空袭。好，另外呢是要应对北约的新基地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组建了第聂伯河舰队那说是呢这也具有一个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呢？这恐怖组织是宣称说恐攻逮到了凶手，可是这个凶手呢看起来背后猫腻蛮大的。对，现在我想俄罗斯一定在彻底清查，这个他手上已经抓到了，当场抓到了4个嘛，对。那一共现在拘留了11个人我想大概很快他们会掌握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问题然后幕后的指使者。
那这个行为是我刚刚前面提的很对，他这个不太像这个 IS 他们的固定的做法。IS 他们就是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自杀式的攻击。那这次参与莫斯科大屠杀这个凶手啊，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所谓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他们那种杀手的那个特征不太具备，而且做完了以后他们还从容的准备逃走啊。那不过这个在这个公共场所大庭广众直接对这个无辜民众开枪，这个其实是蛮残忍的，而且还丢了手榴弹。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在纵火，把那个整个后来那个这个音乐厅都烧毁了啊。那现在这个人数虽然就是说130多个人啊，伤者现在还在统计。那不过这种规模的这种屠杀事实上在这个恐怖攻击里面并不是那么多见，而且是对这个无辜的群众这个平民百姓，它是一个无差别的一种屠杀。而是拿着自动武器进去扫射，所以其实，在国际的这种恐怖主义里面来，也算是比较残忍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攻击你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那美国当时911的时候，美国是举国这个寻找，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确定了是这个基地组织，所以就造成了美国直接发动了2场战争这个都跟这个美国的911被炸那么有关。那么俄罗斯的话，这个也可以说，就俄罗斯来讲的话，这是俄罗斯所经历的美国式的911事件，这是俄罗斯的911那我觉得普丁一定会强烈的报复。那可是他这个对象他现在只是暗示说这些凶手是要往这个乌克兰这边去撤退，进入，而且乌克兰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好像一个这个空间嘛，让他们可以进去。那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点暗喻了那美国的媒体不断的想把他这个凶手往塔吉克方面带，还有塔吉克方面带。那么而且美国一开始就讲，美国媒体都说，包括美国政府这个就跟乌克兰绝对无关。那我不晓得美国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做这样子的论断，而且希望把这个整个凶手这次的大的屠杀往塔吉克这个国家去。我觉得塔吉克的话动机不太大，因为塔吉克过去虽然是俄罗斯这个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还是回教，可是好像它跟这个莫斯科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那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我可以断言就是说，普丁一定会强烈报复。那我想这个报复等他对这个事实真相调查出来，然后他有足够的这个证据让他做一个报复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报复规模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也被扯进来，因为美国的大使馆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曾经公布一个撤侨，就是说警告他们侨民的，你准备撤离吧，因为莫斯科要发生疑似有恐怖攻击的事件。那人家就在猜为什么这么准，对，他怎么事前知道？而且现在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美国的政府明白的讲，就说这跟乌克兰无关。那他怎么会知道呢？而且这里面事情发生以后，这个伊斯兰国 IS 他们有机构说这是我们干的，那么美国的政府跟他情报机构就立刻说，我们经过查证，确实是 IS 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缜密也不太对劲。我觉得这些基本上我觉得都蛮悬疑的。那不过我觉得普丁会相信他自己人怎么调查出一个结果，调查出来以后，我觉得免不了又一番腥风血雨。来，建总看这个现在因为当然要调查凶手，我只是说，普京好像还是持续在俄乌战争上跟泽伦斯基互杠。我们先讲结论美国的情报单位这么厉害，先告诉我们北溪1号跟北溪2号的这个天然气管到底是谁炸的？你讲不出来就是你。那我们这样讲我们看过各种的电影，甚或是因为现在所有的恐怖的这些爆炸几乎都有所谓的闭路电视拍下来，
最后他们会做什么？他们最后就会他们携带的自杀炸弹，然后喊一声真主自大，然后自己粉身碎骨去殉教。可是这一次为什么没有？这一次不但没有，而且他还有所谓的乌克兰痕迹。什么叫乌克兰痕迹？因为这些人他没有殉道，然后他一路往南跑，他要跑进哪里？他其实俄罗斯是有指出一个地点的，但是他没有指出非常详细的位置。那个地点其实也就在于基辅北边跟俄罗斯接壤的那个区域。那他为什么要为什么要不断的在接近那个区域？因为他要进入基辅。如果他是塔吉克的话，应该往东走啊。难道迷航了吗？走错方向了？对啊，怎么可能发生这件事啊？那至于说，是这件事情啊，反而给了普丁他的一个实际上的借口啊，也就是说，现在从各种的研判上来看啊，当初在2022年的2月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是普丁他是为了要规避这个国际法，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相关的禁止武力攻击的这一个规定，所以他说这个叫做特别军事行动。可是现在已经有理由了，所以慢慢它就会变成一场战争。那变成战争的时候，可能他出手就不像之前这么样的一个保留。然后虽然大家说，俄罗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确是因为他要保留了很多的战力，作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有一种怀疑，也就是未来实际上法国总统他也说了，他可能会派兵，他只要派兵进入乌克兰，那当然普丁来讲，他就要使用战术的核武。那战术的核武，难道他是会在俄罗斯的境内爆炸吗？不，它会打在乌克兰的境内，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得到啊，现在两边就是我们刚刚前一节讲到的，实际上来讲，他们有人战机的部分是比较少的，飞来飞去的都是飞弹跟无人机。那俄罗斯其实当他原来要在最近授予印度2个营的S-400防空飞弹，可是他推迟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巩固他的空防，巩固他的空防之后，让他的国土境内的各种的炼油厂或者储油设施不会再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乃斌哥怎么看说这个恐攻的嫌犯呢，跟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恐攻真的很奇怪，因为它第一个不符合伊斯兰国过去的模式那再加上他们的逃亡的方向又很怪，所以我想这会引起很多的不同的揣测。那现在人落在俄罗斯的手上，那当然俄罗斯会进一步侦讯。那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不管真正的结果是什么，普丁一定会把它导向对自己非常有利的一个方向去。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乌克兰恐怕麻烦大。实际上呢，你看最近俄罗斯已经不再用特别军事行动，他已经就是用战争了。然后他们也已经讲了，他们现在要开始强化军队，要开始征兵，他要增加很多很多的部队。那甚至呢，你们这边也提到，他要成立第聂伯河的舰队，目的是干什么？其实第聂伯河一路可以通到基辅。我觉得之前普丁大概是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乌东这个地方让我实质占领、实质拥有，那就算。那现在普丁看起来是要把战争升温，因为北约看起来这些国家也是一副就是要继续死缠下去的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普丁来讲，他为什么要把特别军事行动改掉，就是直接把它当战争呢？也就是第一个方便向国内征兵，那第二个呢，他要加大在乌克兰这边的力道。你看他最近今天已经有新闻出来，就是他实际上攻击了乌克兰很多的发电设施，已经造成上百万人停电。那他就是要把整个战争升级了，所以第一个过去他可能不攻击的地方，他可能会开始攻击。那第二个呢，他恐怕不只是仅限于乌东了，他可能要把战争一路推到往基辅的方向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北约来讲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难题，也就是北约接下来你们要出兵吗？那你还能够给乌克兰多少援助呢？那乌克兰面对俄罗斯这样的攻势又能够支持多久呢？这些恐怕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的转变千万不能小觑。
那至于说这些恐怖分子到底跟美国有没有关，当然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人也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更不容易知道。可是全世界的恐怖攻击，其实大部分都跟美国有关。我们必须这样讲，中南美洲的这些游击队，其实早年几乎都是美国扶持。那在中东这个地方，你不管是盖达组织也好，海珊也好，那甚至宾拉登也好，他们之前很多人都受过美国的训练。那实际上，美国本来就是训练这些恐怖分子来去干扰美国的敌人。那结果到后来这些人做大之后，反而又跟美国在对抗。所以你去全世界去看恐怖攻击行动，大部分都有美国人训练的影子在里头。所以当年川普会这样讲，其实也不夸张，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美国其实正是全世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美国想要撇清，这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对，当然这个凶手的身份呢，还要持续来追踪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到呢，欧美的官员领导人相继来访华。好，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就报道说，美国财长耶伦将在4月份的时候，也要再度的访问中国大陆。当然呢，除了是希望说美国总统大选要白热化的时候呢，要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另外呢，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原因呢？因为中国大陆1月份减持了186亿的美债，这是自去年的11月开始连续2个月加仓后首次出现减仓的情形。而另外是德国8州的州长这位索德尔呢，他也要来到北京跟李强会面。他是他说大陆是8州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还有是荷兰的首相呢，也将要和习近平进行会谈。那市场上很关注的当然就是艾斯摩尔了，会不会呢两方有持续的来交流合作？好，另外是呢荷兰的外贸部长呢也会随行呢，所以也预计一定会谈到有关于经济合作的议题。除了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是官方的部分民间的部分呢是苹果跟华为库克呢，他也跟中国的商务部长见面了，那就喊话说要加强在大陆的供应链。他就提到说，苹果会持续致力在华的长期发展除了供应链之外，还有研发销售会不会是有这样原因呢？因为其实现在就有传出说苹果呢要停止研发他们这个智慧手表的一款显示器而且裁撤了美国和亚洲的数十个职位。那为什么？当然就不外乎是成本太高这技术太复杂。可是呢，来看看华为它取得了专利的数量号称是连3年称冠欧洲。这是欧洲专利局它发布的这个2023年专利指数报告中就显示到说，华为总共向欧洲的专利局递交了5000多件的申请，而且这是占大陆所有呢这个申请的1/4他们也是连续第3年登顶榜首了。好，另外接下来呢，华为呢还有进一步动作，是他们要携手这个晶片制造商来一起合作，为一种呢技术含量低但是有效可以制造先进半导体的方法先申请了专利，在没有最先进的EUV 曝光设备情况下呢，也可以生产出5奈米的晶片所以呢，希望说当然是要突破美国的科技围堵。那大陆呢，现在路透也指出说，有10多家的参展商呢是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年度的展会那就表示说他们的产品已经可以取代外国制造的产品了。日经也提到说，来自美日的大型企业呢，透过这样的参展方式，就是希望寻求在大陆市场可以扩大销售那点名了好几个非常知名的美国企业都在里头。好，可是呢，当然这个人家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不是也是类似的状况呢？因为在这个印度的药厂呢，就传出美国在印度的药厂传出了品质控管上的失误，导致说有一款非常重要的这个救命的癌症药物是短缺的。所以日经也提到说，在这场危机当中呢，美国就不得不向中国大陆来寻求一个救命药物是这个齐鲁制药已经被征召了来弥补不足。好，种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到新加坡的这位战略学家马凯硕，他在一场呢纽约亚洲协会的峰会上呢，就跟
美国学者夏伟来就中美关系进行激烈的辩论哦。他就提到说，现在美中竞争啊，正是美国当老大，但是面对竞争者出现的时候呢，会做的事情呢，西方也要接受大陆复兴大国地位这样子的现实。那多数国家呢，希望和中美同时有好的关系，美国呢也不应该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进行褒贬的讨论哦。先请教建大使怎么看说呢？近期这个欧美的官员呢，当然每个人有各怀鬼胎嘛，但是他们都相继来访问中国大陆。我想这个其实，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面哈，像荷兰大概是最务实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重商主义，然后呢，它这个非常实际，不太搞意识形态。那它的商业能力啊，它的工业能力也在欧洲里面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那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讲晶片的核心的制造机啊，最重要、最先进的制造这个光刻机，就在荷兰这个 ASML 哈。那我想现在就是说，让荷兰最为难的就是说，美国不准 ASML 卖先进的光刻机到中国大陆，而且它限制的机种哈越来越多。本来就是说那个极紫外光机这个 EUV 啊是禁卖，那现在连这个 DUV 啊，美国也有那个要控制的意思。所以呢，对荷兰来讲的话，这是作为一个小国啊，它这个怎么讲呢？它的悲剧啦，因为它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卖到第三者，还要得到美国的同意。这个就让人家怀疑，这个我们现在还算是主权独立国家，可以自己做主吗？还是背后永远有一个霸权在那边啊，对你的主权啊进行无情的践踏。那我想吕特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务实的，他也代表荷兰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啊。那无可讳言的，美国的市场就是这么大，哎，那尤其这个以 ASML 这样子的一个厂商哈，这个市场的未来绝对是在中国。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占了世界全球的这个晶片的消费的30%以上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未来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熟继承的这个晶片的最大的制造国，既是最大的生产国，又是什么？又是最大的这个市场。所以在这情况下，荷兰如果说完全听美国的话的话，那荷兰就跟这个 ASML 它的这个总裁多次讲的，你基本上第一个，中国人可以铸造出非常多的这些先进的器材。你如果不卖给中国大陆的话，中国迟早自己制造出来。当中国的制造出来的时候 ，ASML 它的产品就会受到不但中国市场做不到，第二个还会在全球受到严格的竞争。所以我觉得这次吕特去中国大陆，大概就是为了这些问题要跟中国大陆取得一个默契，然后呢来解决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经贸的问题。那吕特会登门就教，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能力跟它本身的这个制造业的重要性，在全球这个供应链的重要性。那这个除了这个荷兰来讲的话，那这个德国的这个巴伐利亚这个州长我跟你讲，他实力更强。荷兰这个国家比台湾还小，我记得就32000平方公里，巴伐利亚这个州就7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比荷兰还多。它有1300万人口，然后这个州为什么他这个州长他可以特立独行呢？因为德国现在一片是要跟中国大陆好像去搞政治不在乎经济代价，他独特。因为巴伐利亚就是说我们常最熟悉的慕尼黑他们属于南德，它跟北德跟德国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是1870年被强迫加入到德意志这个联邦里面。那么让他们自己本身的特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他们语言，他们就有的南德的方言。另外他们主要是天主教，跟这个新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州长他就有民意的基础，让他走跟联邦政府不一样的一条路。那去中国大陆，他这一次要跟四川省结盟，他已经跟中国大陆有2个省已经结盟了，这次还要跟四川省结盟。所以呢，在德国一片反中的这个浪潮之下，他是一个等于说代表他自己邦的利益，还是去加强跟中国大陆关系。来，舰长。我们这边讲到也就是华为申请专利那他要抢攻5奈米的这一个晶片
事实上我们想一下哦，也就是说，专利申请的前提是什么？专利申请的前提就是论文的论证。也就是他实际上在论文上面已经得到各种测试的结果，已经得到这个答案。这个也就是我常常在讨论军事的部分，我要拿出论文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来看看论文的研究，现在在世界上研究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呢？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是用2022年的这是日本的统计啊，就是科技技术指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指出啊，在1998年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来看，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日本，然后中国大陆它其实排在第8名。那如果说我们看到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名。中国大陆已经跟上来了，那跟上来之后，日本已经被挤到第3名。可是如果我们来看2020年的情况的话，中国大陆已经遥遥领先了，不仅是排名第1，我们来看这个论文的引用次数是实际上高于美国以及日本很多。那这是2022年的，那2023年当然也是如此啊。我们看到这是2023年的图形，但对不起，它看不太清楚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橘色的攀爬最高的每一个都是中国大陆，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大陆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投入之后，然后国家支持，才有今天的这个状况啊。那我们今天讲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晶片行业展览会，然后实际上来讲，它想要摆脱美国的支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张表，这张表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关于更新中国国家机关台式计算机与便携式计算机，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桌机跟 notebook。它在下面它有规范，现在有关于中国大陆，它要买各种的电脑啊，你要买哪一种？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龙芯其实就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提出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全部都是中国大陆产，只有一个，它只有开放一项是外地产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需是如何刺激。来，彬哥，我觉得这个苹果现在看起来是好像慢慢面临了一些瓶颈，因为它包括它 iPhone 15卖的不如预期，然后它的很多包括其他的一些它本来在研发的东西又暂时停下来。那显然对库克来说，他现在就是他在重新调整他在市场中的定位，然后把一些很花钱的研究就先不要再继续做。那他现在大概要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让下一代的 iPhone 能够重新换回市场的信心。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苹果这10几20年来引领风骚，然后看起来最近好像慢慢没有办法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感觉上突破性的发展在华为啊，甚至在三星啊，或是其他的这些厂商，好像慢慢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反而苹果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苹果来讲是一大警讯啊。那当然要全力的去冲刺这些东西。那至于中国大陆面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大概是永远不会停的了。美国就会持续不断的去制裁它，然后去压缩它高科技成长的空间，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讲其实就是生死存亡之战。因为如果它没有办法在高科技这个地方压制住中国大陆的话，那它未来在世界领头羊的地位可能就会被中国大陆取代。所以对美国来说，它一定会全力去做这件事情。那马凯硕跟夏伟这个对话呢，我觉得他就点出了一个事实啊，事实就是西方还有美国就是不愿意承认，就是有人能够挑战他们的地位。俄罗斯所发生的这起恐怖攻击事件，音乐厅虽然俄乌战争时期一直都还有人命的丧失嘛，还在打仗当中，但是在自己莫斯科的音乐厅被恐攻，第一时间当时普京并没有出来讲话，结果昨天呢，他总算正式发言了，他告诉大家凶手是谁，反而不提 ISIS， 他提的是谁？听听普京的说法。Те, кто стрелял, убивал людей, найдены и задержаны. Они пытались скрыться и 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торону Украины, где,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данным, для них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окно для перехо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在官方随后公布的这个所谓被拘捕者嫌犯的供词里头，公开的影像就说，哎呀，他对价金钱是多少钱？同时是甚至不提 ISIS， 而是专门提乌克兰或者以色列，好像是指使的对象是他们。那泽伦斯基立刻跳出来说，这显然是普京适度要嫁祸给我们。他说他是卑鄙小人，沉默了1天才发言，是想着要怎么把乌克兰给扯进去吗？那当然，莫斯科恐攻这也是变成罗生门，也很特别因为俄国是指控乌克兰，甚至以色列是幕后主使，但 ISIS 他进一步今天又公布了4个人的画面，告诉大家说就是我们干的，这是 ISIS 跟反 ISIS 国家之间的战争啊！他居然上传了影片、照片，结果莫斯科方仍然一口咬定是乌克兰、以色列，甚至美方吗？因为捷克的安全专家他讲了一个不寻常的关键点，例如最常发现的一个状况是，凶嫌如果是 ISIS 的这样的恐攻的话，通常是留在现场的，但这次凶嫌逃跑了，是很典型的。恐攻事件当中不会发生的，因为像过去的 ISIS 的恐攻都是要所谓的训教，所以已经做好死亡的准备，会持续施暴直到被杀，准备在现场就不会有想要活着走出去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很少看过犯案后逃跑的那当然，俄罗斯网友还进一步整理了很多个各种不同的猫腻或迹象，例如犯人没有带必备的 ISIS 的旗帜啊，没穿黑衣服，没有蓄胡，犯人也没有决绝逃亡的这个信念，最后逃跑，甚至还有11个人被抓到之后投降了那网络很多疯传的说法是说，美国干的吗？那白宫还特别去赶快紧急声明，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国安发言人华森的说法。莫斯科呢，恐攻是伊斯兰国单独犯案，马上澄清，只有伊斯兰国单独犯案，乌克兰没有涉入。我们3月初，我们昨天也提到3月7号他就已经发了新闻警告俄罗斯是你们自己不相信而已那布林肯还说，莫斯科恐攻令人发指，特别强调美国跟俄罗斯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对于恐怖攻击没有办法容忍。但美国中情局官员就说啦，这个是 CIA 的情报官强森，他说显然拜登政府急着帮乌克兰跟莫斯科恐攻保持距离，切割吗？反而显示了美方对于实施这个行动的人似乎计划上有一种程度的了解。如果俄国相信美国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袭击的话，那恐怕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到底有没有关系？那有被爬梳出来的是包括危机解密里面曾经过去讨论过一件事情，说 ISIS 的组织从哪里来的，就是中情局去成立的，所以要求这次事件是不是 CIA 也要对此负责。当然这还有各种的争论，仍然在持续各说各话当中。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中央情报局的消息里面，还有不断的讨论到就是中央情报局建立的伊斯兰国等等的动不动就在各地提供资金制造动乱，这支部队基地垮台之后变成 ISIS，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咯。所以普京对于这件事情，第一个先强调是乌克兰干的，再来同时做什么？继续加大力道去攻击乌克兰包括了攻击水库，包括了电力，100万户的停电、停水，接下来水利可能也是个问题。甚至俄罗斯还重启了 FAB3000炸弹的生产被说这个炸弹呢是一个半径可以达900米这么大的威力的炸弹，那相当于1000公斤的 TNT， 所以是广岛核爆的1/1000。如果这个炸弹一直大量生产的话，破坏力也就会更为巨大。那到底是谁让乌克兰下不了台？有一种说法这是最新新闻传出来的。但这位是谁？是独立记者，也是曾经得过美国普利兹奖的得主赫西，他所说的。他说几个月前，本来人家俄乌都已经谈判快要进行更顺利，有可能和平落幕的时候，是华盛顿方面向泽伦斯基方面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他不可以谈判，要求乌克兰拒绝谈判，否则就会失去每年450亿美元的援助。这也是不是后来泽伦斯基很加大分贝去呼喊要美国赶快补助他金额的这个动作这么大，跟这事情有没有关不知道，但的确光一个恐怖事件，现在各种说法到底谁干的，仍然各说各话。亮哥，这个网络上已经有一些揭露比如说那个俄罗斯有抓到
4个人嘛，那其中有2个人我看到那个脸其中有一个是塔吉克人，对，那还有一个听说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啦，可是并不是军方现在还在指挥的啦，他早就脱离了那因为如果是 ISIS-K 那基本上他是在阿富汗、伊朗跟这个土库曼的边境，那本来就扯到一些中亚人比如说车臣的人那他们都是非常痛恨普京的啦所以这件事真相真的还不知道。不过为什么会扯到 IS 是谁创建呢？因为当年 IS 的创办人有几个人都是在阿富汗监狱里面出生的那美国就是把阿富汗那几个就是属于逊尼派的激进派啦，就扶植他们来搞一个团体啦。那 IS 就是这样成立的可是后来美国也掌握不住所以坦白讲就是养大了，然后也反噬自己这样那这个事实上很多宾拉登也是宾拉登当年也是跟美国养起来的塔利班美国也支持过就是为了反抗俄罗斯相互为患。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历史的曲折你说你去扯美国当年跟 IS 创建有没有关，真的是有关可是你说 IS 后来是不是都美国可以指挥得动？也是没办法。这个恐怕这样推论就太过了啦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指出一些疑点因为 IS 就是自杀炸弹客嘛，他通常就是不要命的，那他怎么会离开呢？因为他犯了这个案子之后就跑掉了，而且还坐车离开。这个你去对比那个莫斯科歌剧院内置的车臣的恐怖分子，他就直接炸弹就绑在身上，就准备当场要殉道的所以 IS 犯案怎么会是这样的模式？所以才会引起一些质疑啦可是你说现在就要立刻栽赃到美国或乌克兰，这个证据也不够了。不过我觉得普京的发言比较值得重视，他一口就咬定是乌克兰干的，他定义如此，这个管你真相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很麻烦对，因为这个就好比那个克里米亚那个大桥，俄罗斯一口咬定就乌克兰干的。那这个会联动到未来他做事的方法，因为他现在刚胜选坦白讲是自信满满那对于他的军火工业的全面恢复所以你看他一出手就非常不留情要立威他就开始比如说去炸乌克兰的发电厂我觉得他现在就有一个策略了，就是说你不要跟我和谈，是不是？那我就让你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他都会去炸公用设施，他现在不一定是炸军用基地他炸公用设施让乌克兰的老百姓觉得，这个战是不是可以停止了？用这个方式让老百姓来对泽连斯基施压。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4个邦我不会还的啦，因为他总统大选都让这个4个邦进来投票了，他怎么可能还给你呢？对不对？而且这次投票还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个值得注意了，就有几个奥德萨的人出来说，他们特别跑出来投票给普京，因为他们已经跑到那4个邦里面了。他说希望俄罗斯能够光复奥德萨，然后普京又出来讲了一个话，说奥德萨是俄罗斯人的城市，因为奥德萨俄罗斯人真的是比较多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被乌克兰打掉了40%嘛，所以俄罗斯也想要保护他的黑海舰队，所以他会不会去打奥德萨？如果真的去打那个这个就大麻烦了，大麻烦了，就是这样好，所以好像真相普京不是很在乎的感觉，因为普京现在重点就是要定调是乌克兰干的，那势必接下来可能要产生的就是报复行动。这个之前大家希望能够促成和谈的这一天，现在看起来是只会让战事更扩大嘛，越来越渺茫。而且像这一次的事件那我听到很多人比喻成2001的那个车臣的那个恐怖分子，其实这2个差很多。因为车臣恐怖分子进去以后，他是要挟
他并不想杀人，他绑架了850个人质，对，就说你要去撤军，然后我们在这里他是有不走。诉求要告诉大家的。但我也不想杀人，然后结果是因为俄国去使用这个芬太尼毒气，神经毒气啊，才把人毒死，对然后打死了这个暴徒，然后死了100多个人民是跟着一起死的，所以并不是他我一来就要杀，那这一次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次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个有时候这些恐怖分子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举这一次来好了。这一次的恐攻对俄罗斯我先说这个国家国力影响有什么？就跟人被钉了一个文字一样，那里对俄罗斯国力有什么影响啊？接着你再来讲，有打击普丁吗？他反而给普丁一个很好的理由，团结国内。我相信俄罗斯人会很愤怒的，民气可用，反而让普丁有一个力量再打回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而且到底是谁哦？我讲可能到最后真的可能是。找不到，那这么多去质疑的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就是你刚刚这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其实是国务院的反恐办公室的一个很老的一个资深的人，叫做 Larry Johnson 他讲的那个，就是你有必要这么快的去切割吗？断定跟乌克兰无关。对，所以那是不是其实你是心里虚的？就你不必这么快，因为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那当然又有讲到一个说。普丁不是美国，是不是希望俄乌战争停？那你要去想的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一群选举的精英，因为要大选了嘛，对不对？如果俄乌战争，大家去想一个，现在停掉了，对拜登的形象是什么？对拜登的形象是你输了，因为打到现在，你不可能说你现在说我停，然后把这个4个州还给乌克兰嘛。所以现在如果停，那就是确定拜登涉入这个是错误的。而谁一直在说不要涉入？川普一直在讲说我是总统，根本不会有这场战争。如果你发生了，我现在当选战争，我立刻让它停掉。所以说，从大选的角度看，川普是正确的。所以如果现在停，这些选举精英心想说啊，我们都要失去工作了。所以美国现在什么东西对他们影响最大，你知道吗？就是大选。所以任何的美国的国政，他们会考虑什么，会做什么，你第一个往那个大选方向去想，能不能够支持川普当选，或是能够让叫这个拜登下台，这些都是他们在考虑的。其余的别的因素什么，我觉得那已经是次要的。选举的时候，当选最重要，抓到权力才能有后续的，其余的否则都是假的。主要说，在这场恐攻发生的同时，被说，乌克兰的和谈是美国阻止他，甚至给他下警告通牒。这个部分，您相信评估符合现在现况吗？我认为这个可信度没那么高了啊。不过当然，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我们只能说，根据现在的证据来根据现在的情势来推论的话，如果俄乌战争持续延续，因为现在乌克兰是处于不利的状态啊。那么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动攻击，乌克兰再丢几个城镇，那对拜登的选举是更加的不利。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拜登现在也被卷入在这个加沙走廊的战事，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对拜登已经是一个严重的这个打击啊。很多州的这些民主党的选民都现在就是说不投票。所以他现在的重心是在解决这个，是在阻止以色列发动进一步的攻击，让这个加萨早点停火。那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再有战事，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他没有必要特别去阻止这个和谈。那只是说他对这个和谈是抱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跟做法，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还是在于，就是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去警告莫斯科啊？就是说有这个发动恐怖攻击这件事情。那我从这几个证据来看起来呢，是美国是有警告的。因为事实上，美国不只是警告了俄罗斯，在1月的时候，那时候伊朗也发生了一次这个恐怖攻击，那一次美国也先警告了伊朗。那这个是表示他对俄罗斯跟伊朗的善意吗？其实
从美国自己的说法来说也不是，因为他说他们长期以来所抱持的一个政策就是有警告的义务，这是根据英美侵权法，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你知道一个危险即将发生，如果你没有善于这个预先警告的话，那可能你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啦。根据美国方面的这个一些新闻报道是这样子说法。不过我觉得比较重点还是在于说，因为美国跟 ISIS-K 哦，其实是长期就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因为 ISIS-K 其实是塔利班的敌人，但也是美国的敌人，所以说他们其实长期以来，他们就是这个打了非常久的仗。那 ISIS 那个在伊朗的1月的那一次，跟这一次在俄罗斯，其实现在爆出来的消息都说是这个 ISIS-K。那这个 ISIS-K 其实，因为他现在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俄罗斯是介入了这个，就是帮这个叙利亚去打这个 ISIS 在叙利亚的部队，所以说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而且 ISIS 其实它不是只是针对俄罗斯，也不是只是针对美国，但很多国家都是他的对付的对象，包括你看像在在阿富汗，他不只是针对美国，他连这个塔利班都打。那当然，他就是一个圣战组织嘛。他不断的在寻找新目标，去鼓舞他的这个战士，能够去创造他们所要建立的一个所谓的哈里发。那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当然就是说，他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讲，跟美国来讲，都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有可能可以去刺激双方去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事情。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但是当双方这个主政者能不能有这样的智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接下来再看看的是美中关系哦，这都牵动到各个区域之间各种的合纵连横了。在美国要抗中这件事情，几乎是大选不会降温的一个议题。但现在有一个消息，除了中国特别委员会哦这个部分可能要裁撤哦整并之外，这个主席盖拉格也被传出来4月19号就要提前辞职，而且要离开去哪里呢？要去军火商去任职啦，看起来应该赚比较多。刚见过韩国语，是，应该赚比较多啦哦，军火商嘛哦，所以据悉跟国会现况的失望有关系。他的辞职代表是什么意义啊？对于共和党来说，是只有在众院的部分少了一票。空缺的这个每次在表决的时候，最多只能再跑一票了哦。空缺的美中特别委员会主席位置也会让共和党谁来当会很头痛。能不能够在抗中这个路线上，共和党还可以有他的人数优势，会是接下来在攻防上的重点。但他到底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到军火商的原因，还是有什么失望？当然，大家也不得而知。但美中关系有没有回温，很难说它回温啦。因为光外媒虽然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又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了，这个是4月份了。这是 Politico 的报道说，耶伦的访问呢，这一次还会再会晤中国领导高层呢。重点在于反映美中关系虽然止跌，但是很脆弱。那尤其是在竞选大选的期间呢，外交政策的中国威胁论还是会出现。要怎么让跟中国的关系稳定，不会影响大选，相信是这一次访问的重点。不过双方官方单位，包括驻美大使馆啦、美国财政部啦，都拒绝回应，也不愿意证实这个消息。但经济接下来当然是拜登最重要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啦哦，所以他立刻先签署了一个1.2兆拨款法案，确保政府9月份不会再度关门，先把钱稳下来，那让就算是举债也没有关系。他说投资美国人民，强化经济、国家安全，他只是先确保国会的这个预算，就算过不了也能够撑到9月份为止，不会有问题。而老债券天王只是告诉大家说，现在金融市场已经过度繁荣了。他提醒大家，美债是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之下，赤字在政府部门又不断的扩大。很危险呐、投资人要系好安全带。而中美之间的科技大战，中国的科技现在经济情况如何？那库克到中国大陆去见了商务部长王文涛，他告诉大家说他会继续投资中国市场，也很高兴来到中国。王文涛给他的正面的回应是说，中国经济有强大的韧性，欢迎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而李强呢，他发布了一个说法，国务院总理他说，中国经济不以累积长期风险为代价的情况之下，短期可能没有办法增长，但目前政府以负债不高的情况之下，发展空间很大。
所以下阶段要干嘛呢？重点就放在科技创新要推动产业的更多的升级空间，来扩大内需。所以市场规模是上看21亿的所谓中国的低空经济要想办法往上爬升啦。那估计明年市场规模上看的是5兆人民币，什么无人机啊，有意思的是说明年开始还有无人空中计程车，无人的各种交通运输载飞载货，通通在空中无人机来完成。哇，不知道到底可以做到多少？光是空中计程车这件事情就很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啊！纽约时报报道说，政策要抗中，却赔掉自己的未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昨天也提到的一个报道，认为在 AI 领域上，人才的培育上面，中国大陆的人员来到了美国的各种 AI 研究室，大概美国只有18%，大部分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的人才。那现在要锻炼。提供在人才方面要切割的话，这会是未来在美国 AI 领域的一个大问题跟大难题。那美英呢也会说要调查中国电动车补贴啦，是不是违反市场竞争的合理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是回应，电动车全球化只有分工合作，全球供应链公平竞争，才能促进技术的进步。那以国安为名搞保护主义，短期看占便宜，但保护的是落后，失去的是未来。长远看只会损害自身的产业啦那这个趋势正在发展当中，到底会伤害到多大呢？只有企业受伤吗？还是整个产业都会受到影响？美中现在叶伦再去访中国大陆，有助于双方的降温吗？亮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还是比如说那个王文涛还是见库克吧，对不对？那上海还让库克办的那个群众场，对不对？那虽然有一些人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啦，可是中国目前的基调还是对特斯拉、对苹果表示欢迎，是那不会跟进美国那种论调啦。因为理论上，如果按照美国那种论调，那特斯拉也会回传数据啊。那不用讲苹果，苹果手机当然会回传数据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要坚定自己的论调啦，不要像美国那种搞那科技战。实际上最讽刺就是盖拉格啦，盖拉格是要进抖音那个法案的提出的人啊，结果他去这家公司这个帕兰铁这家公司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大数据的监控。宾拉登，美国军方就是透过帕兰铁的技术。判断出他人应该在巴基斯坦，所以后来才派那个海豹队去把他干掉啊。你认为抖音在监控，结果你现在参加一个监控公司，帕兰铁是非常好的公司啦我跟你讲我查了它的股价，从去年8月到现在涨了3倍，涨了3倍。去年8月股价只有8块美元左右。现在24块。但是美国企业、美国监控可以，不要给外国监控。不，概念我知道嘛，我的意思，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很优秀的公司啦，它的技术可能也不止给军方啦，可是军方就是它很重要的客户所以这个我跟唐湘龙打赌，我赌赢了啦。我说盖拉格一定是军工产业。那这个唐湘龙认为他要是去参加川普的团队，那显然我赌赢了，这样是就是这些人还是要钱嘛，讲白了嘛，所以这个事让他去参加，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后台的大咖麦卡锡也不玩啊。麦卡锡就是议长嘛，他不玩了，这个就是他的小老弟啊。他也提前辞职实际上他的任期是到今年的12月他也不玩了，4月就辞职了，因为帕兰提尔一定是给他很好的 offer 就赶快去就业，一定要更好，不然议员的身份。我跟你讲，麦卡锡也一样所以这两个反中的大将，是让眼睛看到更大的是钱这个利益当前，议员位置都可以不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从 NVIDIA 的 AI 大秀之后，大家全球都在讨论了，除了股价高之外，都在看所谓 AI 晶片元年。那 AI 相关人才立刻成为所有媒体讨论的重点。周老师，好，
这个其实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2022年神经系统处理的这个研讨会，他发表论文的这些人的背景去做的一个调查啦。那他说，在这个去年之前呢，是美国是大概18%，中国大陆大概还没有到一半，大概1/3，现在是到了一半了。那就表示中国大陆培养的这种 AI 人才的数量是不断的提升。但这个当然，我觉得这表示说大陆的人才真的是非常多哈。那其实以前很早就有说这个在比方美国的矽谷是所谓的 IC 嘛，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大陆，其实华人啦，整体来讲华人。但现在来讲，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么尖端的领域里头，大陆的这个人才培养都是非常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可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些人是留在大陆工作，还是到美国去工作？那过去美国是受惠于大陆人才投入美国去工作，所以大陆很多人到美国去读书，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从川普时代开始，他开始针对所谓大陆的这种商业间谍行为开始进行调查，那有一些教授被起诉，这当然就引发了寒蝉效应，所以有一些这些学者啦、教授就回到中国大陆去，离开了美国，所以这个其实对美国就是一个蛮大的损失。那整体来讲，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美国还是吸收了非常多的人才。虽然它在整体的这个 share 就全球的这个占比里头它是缩小，但是它还是最大宗的。但它的专精是在所谓的 AI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成式 AI。而中国大陆现在专精在哪里呢？专精在应用，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所提到的。就未来的 AI， 它要投入在所谓的传统产业，怎么样去提高它的生产力？那这个当然对于那个部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成长的果实。可是，在先进技术的开发里头，可能还是在美国。但是怎么样能够确保这种技术的一个有效的流通，能够挹注在中国大陆的产业发展里头？那当然就还牵涉到大陆本身的环境，以及美国对大陆的制裁是不是能够放松。大陆本身的环境来讲，现在它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比如像大家讲到这种公共云端。就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公共的云端不是在中央政府所设置的，而是在所谓地方政府或者产业企业所投入的，所以它就成为一块一块分散的这种状态。那这个其实是不利于所谓整个大陆去形成一个单一的这个 AI 市场，也不利于所谓这种所谓技术的共通性，就是互通性。那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大陆在未来要发展 AI 上，就可能要碰到最大的一个挑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我们在看 AI 现在只有2大最重要的老大级的在可以对抗得了。未来 AI 这个趋势，美中之间的对抗。因为我的硕士就是软体工程，所以我对这个其实很有兴趣的。那我最近也在想，中美在竞争 AI， 将来谁会赢？我想了一下，基本上想要分 AI 的谁会赢，有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的硬体的速度。那现在目前最快的当然是辉达晶片，你可以看得到，这是美国大胜，好吧？但是中国没有落后很多。第二个就是你收集的资料库要大，因为我要有样本嘛，这么多个，那中国大陆有14亿，全世界有谁比它更大？而且上网的这么多，它可以很容易的收集到很多大数据。大数据方面，中国是赢的，就是因为它的量体大。那第三个就是运算逻辑。当你找了这么多资料的时候，你会发觉，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迅速的时间得到一个你要找的一个逻辑，那些摆在那里就是垃圾。那我怎么样去很快找到呢？我听亮哥讲过好几次，就是 TikTok 为什么赢，就是它背后的那个逻辑运算是非常之快的。